Hello， 爱奇艺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晨宇。七夕？对，就是对，中国七夕。什么时候？我在干嘛？我当时在干嘛？哦，我在工作当时。对，所以你现在有没有一个小情话想补给自己的粉丝？情话呀，情话真的好难讲啊。祝大家七夕节快乐。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也知道你们该快乐的还是会快乐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加油。我其实想传达的是一个很大爱的一种方式，从正面的主题来去思考反面。比如说齐天大圣，他看起来就是一个英雄，然后但是他其实也有很多悲伤的时候，也有不好的时候。对，所以我今年斗牛其实是反向的，就是在讲一个看似不好的事情，但是其实它是有它其实是有爱的。对，很多事情都是有双面的，但是看你愿不愿意去用相对的方式来去理解这个事情。对，因为我觉得好像随着每一年的这个成长，然后我自己也会感悟的东西也会不太一样，然后也是在有所成长，所以我觉得我想把我的成长啊，对世界的认知啊，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对，算是也不说是全部贴合的，它还是以摇滚音乐为主，然后整个的主题还是有一个，就是更像是新世界的一个主题。对啊，会有这样的吗？会的，在外场啊？对。其实也可以听的。如果说今年没抢到票的话，不要跑了吧，太在外面还风吹日晒的，明年再来看不就好了吗？对，但是但我通常不太会要求他们怎么样，就是还是他们是自己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他们开心就会足够。年轻嘛，就是自己做自己所选择的事情，可能在自己年纪大的时候会回忆一下，觉得当初这件事情还挺有意思的。只是我会有一点点担心吧，对，主要还是就是担心他们的安全。对，如果建立在安全的情况下的话，那做自己的事情其实没有问题。对，四专应该会我争取在年底把它发出来，今年年底。要不然就是年初，反正也就大概这个时间段吧。但是我演唱会上面会是歌曲都会演唱的，只是因为做专辑跟就是发片和光做音乐还是不一样的。我把音乐就算全做出来了，它还有后期的混音啊，还有整个的专辑的包装设计啊，然后专辑的整个的概念啊，包括图片拍的一些照片啊，这些全部都要根据歌曲最终的歌词和主题全部出来之后才能够再来设计，所以这个可能要花一大段时间来去做，所以实体可能会要稍微拖一点。对，我今年新元素其实有一些歌曲是比较安静的，比较温柔的吧。对，这个歌曲会很不一样，我会邀请人来跟我对唱。不能透露哦，这个歌，但这个歌很快就会发出来了。但这首歌是我和我合作的对唱的对象一起来去共同完成的，也是一起创作出来的。所以这个歌一定是在演唱会之前就会发出来。对，跟我以前写的歌不太一样。对，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写对唱的歌。因为《广语乞丐》那首歌
跟杨宗纬合作那个歌，它不是我自己写的，对，但我觉得我自己第一首写的对唱的歌一定要是我特别真心想要去表达的东西。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其实影视它会有它的主题，然后有点像个命题作文，我会根据他们的这个主题再来结合自己的感悟，然后来写，因为我也不太会，我也不能随便乱接，一定要有感觉。对，如果我在这个作品上面我是找不到共鸣的话，我是写不出来的。对，所以必须要有感觉。今年这个大合唱的曲目一定是惊喜的，对，跟以往不太一样，大家可能要很认真的来唱那首歌了。我创作的时候每次都是在等灵感，其实没有专门去寻找，就是有自己想去一些地方，然后我就会去玩啊，去看啊，然后旅行啊，或者是跟人聊天啊，然后这些时候都会有一些灵感的。然后当灵感来了之后，这个是通过感性的方式去感悟这个世界，去感受这个世界，然后灵感就会有时候就会突然出现之后我就会记录下来，但记录的它可能只是一大段旋律或者一小段旋律，但是它可能就会是我这首歌的主题。然后这是一半，另一半就是我开始要用我的从小到大这么多年的这个学习经验和基本功和技术来去把我的灵感整合起来，变成一个我满意的作品。对，我觉得它是极致的作品。对，我有一次在一个湖边上，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看。我当时看那个湖上面就是天上有鸟，然后那个湖里面有那个鱼，对，对，然后那个环境就会让我，我当时就有突然，我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然后就突然有了一个灵感，就是写了一个，就是天上跟地上的关系，对，它有点，我该怎么解释这个关系呢？就是有点像两种不一样的歌曲，但是它其实是在讲同一个事情的那种感觉啊。这个我整理起语言来好像整理不太清楚，对，有点抽象啊。但是就是像这种时候，它就会有灵感啊。对，就是一定要在自己很放松、很放空的情况下，就一定要是很放松，对。现在还好吧，因为我自从开始，当导师的时候开始，我会发现很多年轻人都在很认真的在去做一些很跟得上时代的音乐。其实，我觉得观众的审美也在越来越开始提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效应，对。觉得目前的整个的音乐环境没有最好，但我觉得这需要一个过程，一定要有很多年轻的音乐人来去，多把这个时代的音乐，现在这个时代的音乐去与世界接上轨之后呢，观众慢慢感受到啊，其实华语音乐是很厉害的。然后慢慢接轨上，其实我觉得就很好。但我现在看到，因为我当了导师3年，也看到很多年轻人真的在努力去做这个事情，也没有妥协。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对，我觉得音乐一定是音乐人来带领的。当我们大家都去做一些很不一样风格的，而不是去模仿。不是通过就是好像以前市场上都是那些我们所谓的口水歌，我们会以为口水歌是不是就能有市场，能赚到钱？如果你的出发点是为了这一些的话，你可能永远都只停留在一个模仿阶段。我觉得音乐是跟社会的发展是同步再去进步的。对，那我觉得音乐就是说我们在听的时候，观众一直听不到那些真正跟得上时代的音乐的话，他们就会以为以前的音乐是好的，就是他们就一直停留在那里。
然后呢，但一定要有年轻人去做这些不一样的音乐，可以让观众发现啊，原来音乐风格有这么多种，他们再来选择。当跟上时代的音乐和过去音乐同时并存的时候，答案让观众选择就好了。他们那时候再来选择要听这种风格还是那种曲风，还是听以前的老歌都可以。但前提是你得有这些新的东西在，对，一定是要做自己想做的音乐，而不是去迎合。因为你做自己想做音乐，真的是表达自己内心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作品它才会最极致，极致的东西才会怎么说呢？也不能说是高的价值，应该说是无价的。对，这个有点超出了我的那个学习的那个范围了。我觉得现在音乐平台其实做的挺好的，对，最重要的还是出在我们这些做音乐的人身上。对，这个词叫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还是得看我们得去努力来去把这个连带效应一起做得更好。我希望整个的华语乐坛可以越来越好，然后我们做音乐的人也可以越来越提高自己，然后提高自己的水平，然后提高自己的审美，然后来去引领观众，来把所有观众的审美也提得越来越高。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良性发展的一个方式。对，吃饭我最近是真的有好好吃饭了。每天早餐也吃，然后晚餐吃一点点，对，但是还蛮健康的，而且我吃的油腻的东西很少，就是吃的大部分都是很清淡很健康的食材，对，然后也吃了蔬菜。我最近最爱吃的是冰淇淋。对，我好像一直都爱吃冰淇淋，这个真的是改不掉了，这个太好吃了。我最近就是开始吃蔬菜了，我以前不吃蔬菜，只吃肉的。这是一个突破吗？我觉得是吧，算是一个变化吧，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真的很少吃辣的东西，因为我想调节一下身体，然后吃了很清淡的东西，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吃蔬菜，我竟然觉得好像很好吃，吃出了里面的味道，然后再之后我就会经常吃一些那种蔬菜类的那个菜系，对。私人定制明星资讯，专属你的娱乐播报。扫描左侧二维码，关注爱奇艺娱乐官方微信。